我妈去世3周年这天，我爸带着后妈和继妹，抢走了我住了18年的房间。那间我从出生起就住的主卧，到处都是我妈的味道。她轻描淡写一句话就给了她的继女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捡起来。妍，柔不是故意的，一块糕点而已。苏妍，不许没礼貌，给你妹道歉。他碰掉了我妈的祭品，该道歉的是他。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当姐的就不能让着点儿？你妈要是还在，看到你这样肯定也失望。又来了，这是他最常用的招数。每次我站礼的时候，他就会搬出我妈。他总说我妈会失望，可他从来没想过，我妈要是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才会真的失望。每次我想辩解，得到的永远是父亲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。原来在这个家里，真相从来都不重要。妍，柔从小怕黑，我看你住的主卧就挺好，阳光足又宽敞，要不你俩换一换？你大了不着家，住哪个房间都一样。妍，你把主卧让给柔吧。凭什么？那个房间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在里面住了18年。什么你的我的？这个家都是我的，让你搬你就搬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不搬，里面都是我和我妈的回忆。不就是些旧东西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要是喜欢，我再给你买新的。新的能代替我妈吗？你能再给我一个妈吗？建红，你别生气，妍妍也是一时想不开。妍妍啊，阿姨知道你舍不得，可柔真的不能住小房间。这样吧，阿姨给你买个新手机，好不好？我只要我妈的房间。你这孩子，你妈走了3年，你脾气怎么越来越怪？不过是换个房间，你妈生前教你大度，我看你是全忘了。大度这2个字像一把刀扎进我的心脏。她用我妈教我的道理逼我让出房间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我妈用命换来的丈夫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会把我举过头顶的男人了。好，我搬。但是我妈的梳妆台，还有那个上锁的首饰盒必须留给我。行，都给你。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天就让柔搬进去。我退无可退。梳妆台是我妈每天化妆的地方，首饰盒里装着她戴了一辈子的项链和戒指。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抓住的属于我妈的东西了。我以为听错了，可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像是有人在开锁。我心里一紧，猛地坐了起来。我卧室里唯一能开的就是上锁首饰盒。我已经把什么都让给他了，连我住了18年的房间都给他了，可他还是不肯放过我。苏妍，这个家现在是我妈说了算，这个房间以后也是我的，这里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。别的东西你都可以拿，但是这首饰盒不行，我偏要拿。你妈都死了，留着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不如给我戴，我戴肯定比她好看。那一刻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像是凝固了。他可以抢我的房间，可以抢我的一切，但是绝对不能侮辱我妈，绝对不能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你妈是个死，你敢打我？你再敢说我妈一句坏话，我打死你！柔，你快来！怎么了？摔哪儿了？疼不疼？爸，我过来和姐说晚安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姐要推我，她还打我，你看我的脸。苏妍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没有推她，是她自己摔下去的。我知道苏妍心里有气，可小柔还是个孩子，要是真摔出个好歹，造孽啊！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恶毒的女儿？我恶毒？她撬我妈的首饰盒，还骂我妈，我打她一巴掌怎么了？爸，我真没有动姐的东西。我突然觉得很疲惫，这么多次了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他从来不会问我发生了什么，只会先认定是我的错。我房间门口装了监控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拍下来了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们现在就来看。不要，爸别看，他肯定是故意伪造的。你太过分了！竟然在家里装监控，你这是防谁呢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这么做，到底当没当我们是一家人？拿过来。
这是我上周偷偷装的。我只是想，万一再被诬陷，至少能有个东西证明我没做错。我以为这次他总该信我了。爸，我不是故意撒谎的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姐的眼神好凶，我一慌就摔下去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就算不是你推的，也是你逼着他摔下去的。刚到这个家你就处容不下他，我看就是被你妈惯坏了，自私又恶毒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要不是你对着他大吼大叫，他能吓得摔下去吗？她一个小姑娘，胆子本来就小，你就不能多包容她一点吗？原来铁证摆在眼前也没用，他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，他只在乎他现在的宝贝女儿有没有受委屈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大半夜的吵得左邻右舍听见不好。妍，你也别犟了，给你妹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对，现在立刻给你妹道歉。我没有错，我不道歉。你道不道歉？不道。看你是真的疯了，你要是不和你妹道歉，我就把你妈留下的所有东西全烧了，让你这么不懂事。你敢？看我敢不敢？他敢，为了那个只认识了半年的妓女，他真的会烧掉我妈留下的一切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。你都在我家住6天了，你爸连条微信都没有，哪有这样当爹的啊？我不敢回家，一闭上眼就是他咬着牙说要烧光妈妈遗物的样子。小时候他总说我是他的小公主，说会护我一辈子。难道那些抱着我转圈圈的日子，那些给我买糖葫芦的清晨，全都是我做的一场梦吗？妍，放学来博悦酒店。今天你18岁成年礼，爸订了最大的厅，别迟到。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心脏不受控制的跳了一下。好，他竟然还记得我的成年礼。苏总，这就是您家千金吧？长得真标致，跟他妈年轻时一模一样，都是大美人儿。原来我的成年礼早就成了苏柔的炫耀舞台，我这个亲生女儿反倒像个不请自来的小偷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妈。这是我大女儿苏妍。爸，我还以为今天这场宴是为我办的。不过是个成年礼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？你怎么这么小家子气？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，非要扫大家的兴吗？苏柔动了我的东西，那条翡翠项链是我妈的陪嫁，是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，拼尽最后一口气说要留给她当嫁妆的东西，摘下来。姐，我就是看着好看戴一下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摘下来还给你。不就是一条破项链吗？小柔喜欢你就该让着她，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再说了，你妈都走了3年了，留着这些东西也晦气。晦气？那是我妈用命珍惜的东西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仅剩的念想。他们竟然觉得晦气。一条破项链而已，你闹得全家鸡犬不宁。你妈就是被你克死的，她要是泉下有知，都得后悔生了你。建华，我走以后，你一定要好照顾妍，别让她受委屈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他竟然这样诅咒我和我妈，他忘了我妈是怎么陪他白手起家，忘了我妈临终前的嘱托。你不配提我妈，你根本就不配！反了你了！我看你是真的无法无天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苏家，锁进阁楼，饿他3天3夜。我看他敢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放开我！苏建华，你凭什么管我？活该！妈妈，我好饿，好冷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你怎么不回来看看我？把他妈留下的财产全部过户到柔柔名下，我看他以后还拿什么跟我犟。还是我老公厉害，谢谢爸爸，爸爸最好啦。爸，你怎么……混账东西，别叫我爸！你老婆才走3年，你就带着外人欺负妍妍，
当年苏妍妈拿出她全部的嫁妆帮你创业，从摆地摊做到身家上亿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原本以为我要死在这儿了，可是他来了。爷爷，爷爷来了。爷爷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再过3天就是爷爷80大寿了，这是我绣了整整3个月的寿屏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姐姐，你还没睡啊？正好，爷爷让你去地下室拿他珍藏的那坛老酒，说是寿宴上要用。地下室里确实有一坛老酒，我相信了苏罗的说辞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苏柔，你开门，你干什么？苏妍，你就乖在里面待着吧，爷爷的寿宴有我就够了，你永远都别想抢我的东西。各位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我姐姐她不肯认可我妈妈，连爷爷的80大寿都不肯来，她还说爷爷偏心，早就对爷爷心怀怨恨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哄好姐姐。这苏妍也太不孝了吧，连亲爷爷的80大寿都敢缺席。就是，听说他脾气特别坏，经常欺负他妹妹。我苏建红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，连爷爷的寿宴都敢缺席，这种不孝女，以后永远别想再踏进苏家一步。我被锁了整整1夜，管家钟叔终于发现了我，他心疼地给我披上衣服，我强撑着站了起来，推开钟叔，疯了一样往外跑。小姐，寿宴已经结束了。当我冲进客厅时，爷爷坐在主位上，脸色阴沉。刘梅第一个跳起来：苏妍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故意缺席爷爷的寿宴，就是想给爷爷难堪。不是的，我刚想解释，就对上爷爷失望的目光。我的心脏猛地一沉，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。爷爷不相信我，不对，这些都是他们的阴谋。我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，否则就正中他们的圈套。此时，钟叔正好赶到，我的证人来了。我能为小姐作证。早上我在地下室发现了小姐，她确实被锁了1夜。即便我证明了自己，可我还是低估了这家人的无耻程度。爷爷，都怪我惹姐姐生气了，她才会闹这么一出。爸，您都看到了，她现在满口谎话，为了闹脾气，连您的寿宴都敢搅和。自从他妈走了，这个家就没安生过1天。她就是个灾星，再留着她，迟早把您气死。钟叔在我们家20年了，爷爷十分相信他说的话，所以在看到睁眼说瞎话的苏建红时，爷爷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们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你醒啊！抢救室的红灯亮了3个小时，终于灭了。医生走出来说，爷爷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再也受不得半点刺激。我腿一软，差点栽倒，刚松了半口气，就听见走廊尽头刘梅拉着我爸的胳膊。建红，老爷子就是被苏妍气的，他就是个克亲的命，克死了他妈，现在又来克老爷子，必须把他送走，永远别让他回来。我靠在冰冷的墙上，眼泪无声地砸在地板上。他们要赶我走，可妈妈留下的一切还在他们手里。我不能走，绝对不能。2周后，爷爷的病情逐渐好转。这一天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远远就听见了挖掘机的轰鸣声。妈妈亲手种的桂花树被拦腰砍断，她亲手打的衣柜、书桌、梳妆台全被扔在院子里砸得稀碎。住手！谁让你动的？小姑娘，你快让开！是苏总吩咐我们重新装修的，说要把这里给他小女儿当嫁妆。苏家的东西，老子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一个破房子而已。这不是苏家的东西，这是我妈的房子，是她用嫁妆买的，是她留给我的。你要是敢拆，我就跟你拼命！我看你是真的疯了！我阻挡不了苏建红的行动，爷爷，只有你能救妈妈的房子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我冲进病房，哭着告诉爷爷老宅被拆了，爷爷气得浑身发抖。反了天了！走，跟我去集团，我今天就罢免他这个董事长。我扶着爷爷往外走，爷爷要为我撑腰了，可我没想到这一次会酿成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。苏氏集团门口，我们撞见了正要离开的他们。爷爷指着我爸的鼻子怒斥，骂他忘恩负义，忘了当年我妈拿嫁妆陪他白手起家。你个老糊涂，你被这个小贱人骗了！刘梅跳出来撒泼，说爷爷老糊涂了，被我骗了。我爸更是撕破了脸，我早就受够你了，一辈子都被你管着。
这个家是我的，苏氏集团也是我的。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护着他，迟早被他啃得骨头都不剩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了爷爷的心里。原本心脏就不好的爷爷彻底倒下了，我疯了一样喊救护车，可刘梅和苏又死死拦住我，又撕又打，骂我是杀人凶手，是丧门星。看着救护车拉着爷爷呼啸而去，我瘫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在 ICU 门口守了整整一夜，不吃不喝，直到抢救室的灯再次熄灭。医生走了出来，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爷爷的葬礼上，我抱着他的遗像，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。我爸和刘梅穿着校服，却看不出半分悲伤。刘梅甚至还在偷偷补妆。葬礼进行到一半，我爸走上台，对着所有宾客宣布：这是老爷子生前立下的遗嘱，他名下所有的股权、房产、存款，全部归我苏建宏一人所有。遗嘱里还说，苏妍不孝不德，克死母亲和爷爷，让我好管教他，别让他再惹是生非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办法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这么恨我，但我知道这遗嘱一定是假的，只是我没有证据。真是造孽啊！竟然克死了自己的亲爷，这种不孝女就该赶出去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不准他再踏进这个灵堂一步。我被扔在瓢泼大雨里，冰冷的雨水混着眼泪往下流。我苏建宏今天正式和苏妍断绝父女关系，苏家的所有东西都跟他没有半点关系。一夜之间，我从苏家大小姐变成了全城人人唾骂的客卿丧门星。我发着高烧，浑身湿透的回到苏家，只想拿走妈妈最后一点遗物。客厅里，他们一家三口正欢声笑语的吃着水果。路过垃圾桶时，我僵住了。妈妈的翡翠项链被摔得粉碎，混着果皮和纸巾。我和妈妈的合照被撕成了碎片，上面还踩满了泥印。我缓缓蹲下来，跪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一片片捡着那些碎片。玻璃划破了指尖，鲜血直流，我却一点都不觉得疼。捡什么捡？你妈就是被你克死的，你留着她的东西，她也不会活过来。果然是个没人要的丧门星，难怪爸不要你，爷也被你气死了。我不是说了和你断绝关系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看他这精神状态根本就不是正常人。建宏，不如直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，别让他再出来害人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而是转身走到了展柜前。展柜里放着一个水晶天鹅摆件，这是当年苏建宏送给我妈的定情信物，妈妈一直珍藏着。我拿起那个水晶天鹅，当着三人的面狠狠摔在了地上。你们欠我的，欠我妈的，欠我爷的，我会一笔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。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姐，这是老爷子生前就立好的遗嘱，他怕自己出意外，特意交给我保管，说如果他不在了，就让我立刻交给你。这是经过公证处公证的，具有最高法律效力。本人苏振房自愿将名下苏氏集团51%的绝对控股权以及所有不动产、存款全部由孙女苏妍一人继承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爹怎么可能把所有东西都给你？一定是你伪造的遗嘱，中书也被你收买了。你这个白眼狼，老爷子尸狗未寒，你就敢偷改遗嘱抢家产？看着他激动的指责，我只觉得可笑。我妈走了，我爹不疼我，唯一一个真心护我的爷爷走了，我孑然一身，又有什么能力偷改遗嘱？我犯不着伪造，爷疼我，把东西留给我很正常。更何况苏氏集团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我姥爷的启动资金。
是我妈拿全部嫁妆陪你白手起家。这公司本来就有我妈一半，财产留给我，天经地义。哪来的天经地义？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继承？外人？苏建宏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苏妍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这恨你？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苏家的血脉，苏家的财产还轮不到你这个野种来继承。什么意思？你妈当年出轨了，而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接盘侠，白白替人养了18年女儿，苍天无眼啊！妍妍，这件事我们本来想瞒你一辈子的，怕你知道了伤心，可你现在非要逼我们。难怪你这么恶毒，原来是野种的本性啊！占了爸18年的便宜，现在还想抢爸的财产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我攥紧了拳头，愤怒要冲昏我的头脑。苏建宏，你可以恨我，可以不认我，但是你不能往我妈身上泼脏水。她这辈子清白，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，你居然这么污蔑她，你凭什么？苏建宏，你凭什么说我不是苏家的血脉？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不然我怎么会平白无故冤枉你？来人，把张妈带进来。张妈，你当着大家的面说实话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张妈，你不用怕，有我给你撑腰，实话实说就行。要是有人敢报复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是，太太当年有个相好的，经常趁先生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来家里找他。张妈的声音落下，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，连窗外聒噪的蝉鸣都变得格外刺耳。我僵在原地，指尖凉得发麻。我死死盯着那个从小给我做桂花糕、偷偷塞糖给我的老人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张妈，你再说一遍。太太当年确实有个相好的。听到了吧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妈，我妈待你如亲姐妹，临走前还拉着你的手让你照顾我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她？那个所谓的相好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长什么样子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你说啊！张妈被我吓得浑身发抖，眼神躲闪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记不清了很正常啊，谁会记得那种见不得人的事？苏妍，你就别再逼张妈了，承认吧，你就是个野种。刘梅上前拉着我的手，假意劝我，被我一把甩开了。刘梅，是不是你给了张妈钱，让她这么说的？建宏，你看他，我好心劝他，他反而这么说我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你够了！刘梅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。倒是你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张妈在我们家待了20多年，她会撒谎吗？张妈，太太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可不能昧良心说话。好了，你们别再废话了，不就是证据吗？我这还有，你自己看，这是3年前的亲子鉴定，上面写的清楚，你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看着那份报告，突然就笑了。3年前，我妈刚离世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去做了鉴定。原来从那个时候起，她就已经认定了我是个野种，而这3年来，我居然还在祈求她的爱。苏建宏，这份报告是假的。这是我亲自送去鉴定中心的，你说假的就是假的。你亲自去的又怎么样？只要别有用心的人想，他有的是办法动手脚。苏建宏，你敢不敢跟我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？这次我们找最权威的机构，全程公开透明，让所有人都看着。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等结果出来，你就给我滚出苏家，永远别再回来。建宏，要不算了吧？不管怎么样，妍也是你看着长大的，闹大了别人看笑话。刘梅反常的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以她的性格，恨不得闹得越大越好，快点把我赶出家门。可她这次居然拦着苏建宏。建宏，验，必须验！我不能让别人说我苏建宏养了18年的野种，还把家产都给了他。苏妍，你就等着滚出苏家吧，爸爸的财产你一分都别想得到。
我看着他们母女俩得意的样子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不仅要证明我是苏建红的女儿，还要证明我妈的清白。我要让所有污蔑我妈的人都付出代价。好，3天后下午2点，市医院验 DNA， 到时候谁是谁非，一目了然。我走出苏家大门，阳光刺眼的让我睁不开眼睛。我知道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，但我不怕。为了我妈的清白，为了爷爷的信任，我一定会赢。坐在出租车上，我无意间看向窗外，正好看到刘梅鬼鬼祟祟的把一个厚厚的红包塞进张妈手里。张妈接过红包，左右看了看，慌慌张张的跑了。果然是她。师傅，掉头去市3中。那就是苏妍。听说他是野种，被苏叔赶出家门了，还偷苏柔的首饰，原来是个小偷啊！真晦气，跟他一个班。换做以前，我可能会冲上去和他们争辩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对于那些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人来说，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。我只需要用事实狠狠打烂他们的脸。大家都听着，苏妍那个野种已经被苏叔彻底赶出苏家了。他不仅偷柔的贵重首饰，还动手打苏柔。这种恶毒的女人，根本不配待在我们班。别这么说，姐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难怪他妈死得早，原来是心术不正，赶紧让他滚出我们班，别脏了我们的地方。苏妍，你还有脸来？继续说啊，怎么我一来，你们全都哑巴了？姐，我们没有说你坏话，我只是……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苏柔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急什么？是他告诉你我偷了他的首饰？当然，苏柔不会撒谎。姐，你要是喜欢，我也可以送给你，你不用偷的。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可笑。苏柔演了18年的白莲花，早就炉火纯青了。可惜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给她任何演戏的机会。我偷你的项链，那条翡翠项链是我妈的陪嫁，是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，说要留给我当嫁妆的东西。上周你趁我不在家，偷撬了我的首饰盒拿走它。被我发现后，你不仅不还，还把它摔碎扔进了垃圾桶。这些事你怎么不跟大家说一说？你胡说，那是爸给我的。爸给你的？那你告诉我，项链背面刻着什么？接口处那个月牙形的小缺口是我7岁时摔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答不上来，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苏家的二小姐。你妈刘梅是插入我父母婚姻的小三，而你是她带过来的拖油瓶，你连姓苏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的话像一颗炸雷，在教室里彻底炸开，同学们全都震惊地看向苏柔，刚才的同情瞬间变成了怀疑、鄙夷，甚至是嫌弃。原来苏柔是小三的女儿，难怪她天装可怜，这不就是标准的白莲作风吗？你胡说！我妈不是小三，我就是爸承认的女儿，你才是没人要的野种！话音未落，他扬起右手，狠狠朝我脸上扇来。我眼疾手快，反手扣住他的手腕，用力向下一拧，将他上半身死死按在课桌边缘。苏柔疼得惨叫出声，却挣脱不开。江晨怒吼着冲上来，被我一个眼神逼退在原地。3天后亲子鉴定，我们看滚出苏家的是谁。我甩开苏柔，拿出纸巾慢条斯理擦了擦手指，随手扔进垃圾桶。还有你，江大少，苏柔骗你的钱买限量包，转头就跟隔壁班男生去看电影，你还傻乎替他咬人，说你是舔狗，都侮辱了狗。这句话彻底戳破了他最后一点体面，全班的目光、议论、嘲笑全都压在他身上。他要面子，更要在苏柔面前装威风，此刻却被我踩得一干二净。再敢动手，我废了你！
苏妍，我他妈弄死你！爷爷说过，女孩子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从10岁到18岁，我练了8年散打，对付江晨这种只会仗着家里有钱耀武扬威的草包，绰绰有余。王老师，你来了，你快管他！王老师，苏妍无缘无故打我和阿晨。必须开除他，不然我叫我爸来。你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立刻给他们道歉，写3000字检讨，明天交，不然叫你家长来。王老师的偏袒早就不是1天2天了。上次苏柔把作业本撕了污蔑我，无论我怎么解释，王老师都不信。在他眼里，苏柔永远是对的，而我永远是那个不懂事的坏学生。想让我道歉，可以啊。苏妍，你终于知道错了。你们2个现在就跪下来求我，只要你们跪，我道歉。苏妍，你太放肆了，简直目无尊长，无法无天！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吗？我尊重每一位认真教书育人的老师，但我不尊重你这么个是非不分、偏心护短，还私下收受家长好处的老师。你胡说！你竟敢污蔑老师！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你家长来学校。不必了，不然还得劳烦您地府跑一趟。王老师被我气得说不出话，我看都没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大步走出教室。教室门在身后合上，将里面的愤怒与喧嚣彻底隔开。妈，苏妍那个贱人打我和阿晨，还当众羞辱我，你快想办法收拾他，我要让他今天就付出代价。苏柔放心，妈早就安排好了，江晨已经带人去堵他了，今天一定给他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。好，妈，我要让他跪着给我道歉。我一出校门就察觉到有人在后面尾随，既然他们急着送死，我就陪他们演完这场戏。我故意放慢脚步，绕开热闹的主路，走进一条偏僻冷清的小巷。苏妍，你没想到吧？今天你插翅难飞。现在跪下，给我和阿晨磕3个响头，我们就考虑放你走，不然今天就让你躺着出去。小姑娘还有2副面孔，我早就料到他们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进巷子前5分钟，我就已经报警，并且把他们刚才的威胁全部录了音。对付这种只会仗势欺人的废物，今天让你躺着出去。最有用的从来不是拳头，而是法律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你们现在跑，或许还能来得及。你吓唬谁呢？别听他胡说，给我打，出事我负责。爸，你来的混账东西！谁让你惹苏小姐的？赶紧给我道歉！爸，你让我给她道歉？闭嘴！你知道她是谁吗？我们江家所有生意全都靠着苏氏集团，老爷子走了，给苏妍留了51%绝对控股权，他一句话就能让我们江家彻底破产。你得罪他，就是害死我们全家。爷爷当初把这份遗嘱交给我时，我还不懂他的用意，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他是怕我孤身一人。这51%的股权不是财富，是他留给我最后的铠甲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犬子年少无知，被人当枪使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这一次。看着几人卑微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意，只有无尽的悲凉。如果他们母女肯安分一点，不一次次把我逼到绝路，我根本不想变成今天这样冷漠强硬。我没再看求饶的江家父子，转身径直离开。离开后巷，我没有耽搁，直接去了张妈住的老旧居民楼。有些真相必须从源头挖出来。楼道昏暗狭窄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味。我们站在一扇破旧的防盗门前，钟叔抬手轻轻敲门，敲了好一会儿，门才小心翼翼地开了一条小缝。张妈探出头，看到是我，脸色瞬间变了，眼神慌乱，立刻用力想把门关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张妈，我们不是来逼你的，我们只是来听一句真话。我拿出手机点开相册，把屏幕轻轻转向他。第一张是白天在苏家门外，刘梅偷偷把厚厚一叠红包塞进他手里的照片。第二张是他儿子的住院缴费单，付款人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刘梅。
你儿子白血病的治疗费一直是刘梅在付，对不对？他用你儿子的命威胁你，让你在苏建纯面前做伪证，污蔑我妈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没办法呀，我儿子等着钱救命。刘梅说我不按他说的做就断了治疗费，还说要让我们母子在这个城市活不下去，像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张妈，你忘了我妈当年是怎么对你的吗？你生病的时候是我妈出钱给你治，你儿子出生的时候是我妈托关系找最好的医生，你现在帮着刘梅往他身上泼脏水，你夜里睡得安稳吗？你心里就不亏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，是我糊涂，是我对不起你们啊！这里面是刘梅威胁我的全部录音，我愿意站出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全部真相。我对不起你母亲啊！起来吧，你儿子的医药费我全部承担。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医生，骨髓捐献者，我来安排。握着这支小小的录音笔，我心里沉甸甸的。这不是胜利，而是迟到的公道。刘梅，你用谎言编织的一切，明天就要开始崩塌了。第二天下午，市医院亲子鉴定中心，该来的人全都来了。苏建红脸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，刘梅紧紧挨着他，眼神时不时不安地瞟向我。苏柔站在一旁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建红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毕竟妍妍也是你养大的。不行，今天必须验清楚。刘梅又在演戏，她怕得要死，却还想假装大度。她以为她还能像3年前一样，买通护士，调换样本，伪造结果。护士拿着采样盒走过来，悄悄给刘梅递了个眼色。刘梅微微点头，松了口气。等一下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刘梅脸色瞬间一变。按照约定，今天采样必须全程录像，工具当场拆封，律师全程见证。麻烦你先把未拆封的采样工具拿出来。护士手一抖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刘梅也猛地僵住。你又要搞什么鬼？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一份被动过手脚的假报告。律师立刻上前拿出协议，当众念出约定条款。护士被逼无奈，只好拿出全新未拆封的采样包当众拆开。刘梅的阴谋从一开始就被我掐断了，这一次她再也做不了手脚。别急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等待结果的时候，鉴定中心门口的气氛格外压抑，只有我气定神闲。妈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别怕，妈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咱们就能把苏妍永远赶出苏家。苏建红、苏妍，鉴定结果出来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苏建红，你忘了你当年摆地摊睡地下室是谁把妈的嫁妆全部拿出来给你创业？你忘了公司快倒闭是谁跪在债主面前求他们宽限3个月？你忘了你出车祸昏迷是谁输血救你，守在你床边3天3夜？我没忘。你忘了？你早就忘了，你早就忘了，你只想功成名就，只记得刘梅在你耳边吹枕边风，只记得毫无根据怀疑我妈清白的一辈子。这时，刘梅猛地冲上来，想要撕毁地上的报告，还在尖叫着污蔑我妈不守妇道，说张妈可以作证。我眼神一冷，看向角落的张妈，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我对不起太太，是刘梅，是刘梅抓着我儿子白血病威胁我，说我不按她说的做，就让我们母子俩死在这个城市。我不是人啊，我对不起太太。然后张妈颤抖着掏出黑色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，刘梅威胁收买，教她撒谎的声音清晰地响彻整个大厅。苏建红狠狠抽了自己2个耳光，打得嘴角出血，说是他混蛋瞎了眼，对不起我妈，毁了这个家。然后又将矛头对准刘梅。是你动了手脚，3年前的鉴定是你伪造的，你骗了我整3年。是我做的手脚又怎么样？我有什么错？当年你和我在老家早就订了婚，转头就为了苏家的家产娶了她，是你先对不起我的。我为了我的孩子考虑，有什么错？你什么你？苏建红，
你知道真相又能拿我怎样？你别忘了，柔柔也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苏建红眼神闪躲，并不说话。我就已经知道了答案。18年，我以为他只是被刘梅蒙蔽，以为他至少对我是真心的。原来，他早就背叛了我妈。他们的婚姻就是一场错误。柔乖，爸晚点就回来。我妈在病床上等死的时候，她在陪苏柔。我妈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让她照顾我，她点头答应。可我妈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她心里想的恐怕只有她的亲生女儿吧。我也是受害者，是刘梅，是她伪造了亲子鉴定，她让我以为你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被她骗了3年啊！苏建红说他也是受害者，可他这3年对我的伤害，是刘梅逼他的吗？他刷我手机的时候，锁我阁楼的时候，在爷爷葬礼上宣布断绝关系的时候，哪一次不是他自己选的？他每一次选择都站在了刘梅和苏柔那边，每一次。爷，爸错了，对不起爷。他的膝盖砸在地上的声音很响，可我的心已经不会痛了，因为那里早就被他们捅成了筛子，再也没办法痛了。身后传来苏建红的哭声，刘梅的骂声，苏柔的尖叫声。我没有回头，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回头了。爷爷把51%的股权留给我，不是因为他偏心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这些股份落在苏建红手里，刘梅迟早会把苏氏掏空。爷爷用最后一口气给我穿上了铠甲，可穿上铠甲之后，我要面对的敌人不只是刘梅。苏妍啊，你家里的这些事儿我们都很同情，你爷的遗嘱法律效力我们认，但是苏氏集团不是过家家的地方，你一个18岁的小姑娘突然要做到董事长的位置上，说实话我不同意。果然，我早就料到会有人反对。爷爷在的时候，这些人俯首帖耳；爷爷一走，他们就想骑到我头上来了。李总，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直说。这是当年你爷和我们几个老兄弟签的一致行动人补充协议。小姐，这份协议老爷子从来没提过。你可以找律师验证真伪。总之，想当董事长，得我们说了算。那李总的意思是，我这一票不投给你。不投给我？你以为我稀罕你这一票？李总，有一点我想提醒您，我现在是苏氏集团最大的股东，你们可以不让我当董事长，但你们阻止不了我行使股东的权利。我可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重组董事会，到时候谁坐在这个里，就不是您说了算。哎呀，都别激动，苏妍啊，老李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你毕竟年轻，我们总得有个过渡。王总，我理解你们的顾虑，但我今天来不是来求你们。这是我做的苏氏集团未来3年的战略规划，你们可以看我有没有资格坐这个位置。漂亮话谁都会说，苏妍，商场不是写作文，你爷打下来的江山不能毁在你手里。李总，我爷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苏建红毁了3年，您作为董事，这3年有没有说过一个不字？他们不是真的关心公司，他们只是不想换一个不好控制的人坐在上面。苏小姐，按照规定，董事长选举可以先进行第1轮意向表决。那就表决吧。1票同意，1票反对，1票弃权，这就是他们给我的答案。各位叔叔，我不会放弃，3天后我会再次召开股东大会，到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苏妍，你还年轻，何必非要坐这个位置？拿点股份，每年分红，舒服过日子不好吗？这是我爷留给我的，我不做，对不起。小姐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李总那个人一向势利。钟叔，我没往心里去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关。爷走了，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靠山，没有人会因为我是苏振波的孙女，就把一切拱手相让。小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
帮我查一下李总、王总、赵总，还有另外2位董事的背景。明白。妈，我今天去了公司，那些董事没有一个站在我这边，他们觉得我年轻，觉得我不配。可是妈，我不会认输的，我不会让你和爷爷失望。消息提示音响了，我拿出手机，是苏建红发来的一段长语音。最终我并没有点开，而是删除了对话框。有些错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抹掉的。小姐，查到了，李总和刘梅的弟弟有密切往来。刘梅，你的手伸得够长的，可惜伸得越长，弹起来越容易。钟叔，明天早上我要他们的所有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钟叔端着早餐进来的时候，我还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李总儿子的公司资料。顺着资金链往下查，我发现刘梅弟弟和李总儿子挪用公款的证据。刘梅不仅想抢我的家，她还在掏空苏氏。苏建红那个蠢货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而李总那个在董事会上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的老前辈，他小儿子的公司里流着苏氏的血。钟叔，李总今天在哪里？李总今天上午在高尔夫球场约了王总。走吧，我们去会他。老李，这一杆漂亮啊！还行还行。老王，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是说反对苏妍的事儿？不是反对他，是拖住他。他才18岁，急什么？让他在公司锻炼2年，熟悉业务，到时候再让他上位也不迟。可是老李，他手里有51%的股权，股权是股权，管理是管理。他一个丫头片子，懂什么？咱们几个老兄弟把公司管好，每年给他分红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李总，原来您对我的规划就是当一个躺着分红的废物。2个人同时回头，王总的脸色还算镇定，李总的脸上却像是打翻了调色盘。他问我怎么来了，我没回答他的问题，直接从钟叔手里接过文件袋递了过去。李总翻看了资料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文件袋掉在地上。王总弯腰捡起来，翻了2页，脸色就变了。李总，如果我把这份资料交给精神大队，他们会怎么查？李总在公司耀武扬威20年，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，可他忘了，他吃的每一口饭都是我们家给的。现在爷爷不在了，该还了。老李，这事儿你自己跟苏妍解释吧，我先走了。苏妍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，您很清楚。后天股东大会，我要您那一票。还有，您手里的那份一致行动人补充协议，我要知道是谁给您的。是刘梅。后来的事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。李总倒戈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董事会。王总投了我，赵总投了我，就连那个装聋作哑的董事也在最后一刻举起了手。苏氏集团从今天起是苏妍的苏。我没有急着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也没有像那些董事担心的那样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钟叔谈了一次话。钟叔跟了我们家20多年，从爷爷那辈就开始伺候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苏氏的一草一木。钟叔，从今天起，您是苏氏集团副总裁，分管行政和人事。小姐，我就是一个管家，哪懂什么副总裁？钟叔，您是我的家人。钟叔没有再说推辞的话。小姐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陆续提拔了几个在苏氏待了很多年却一直被压制的老人。财务部的周姐业务能力一流，因为得罪了李总的人，被发配到档案室做了3年冷板凳。我让他做了财务副总监。技术部的老刘，苏氏第1代工程师，因为年纪大了被李总嫌弃跟不上时代，差点被劝退。我让他牵头新能源项目的技术公关。他们都问我为什么选他们。因为你们值得，因为这个世界欠你们的，我来还。我不想把生命过早的奉献给工作。爷爷走的时候我才明白，人活一世，除了争一口气，还得为自己活。所以当那封来自全国最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我没有犹豫。走出董事长办公室的时候，正好看到钟叔。钟叔，我要去上学了。小姐，您去吧，公司有我。我走出苏氏集团大楼的时候，阳光正好，9月的风带着桂花香，那是妈妈最喜欢的味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
觉得天格外蓝，云格外白。这是我18年来第一次觉得呼吸是顺畅的。然后一个人影从旁边冲出来，拦在我面前，是江晨。苏妍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他穿着一身明显不合身的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。他的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容，眼睛里却藏着一种让我恶心的东西。我被苏柔那个贱人骗了，你才是最好的。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让我照顾你，让我爱你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神一直在我的脸上和手里的录取通知书之间来回游移。我突然就笑了，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觉得可笑。3个月前，他还在教室里骂我是野种，还要带着混混堵我。现在他站在我面前说要爱我，他爱的不是我，他爱的是苏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，是那51%的股权。苏妍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我会改的。你给我3个月，不，1个月，我一定会变成你喜欢的样子。我低头看了看那束花，红玫瑰，俗气的要命，花瓣上还喷了水珠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像极了江晨眼底的算计。脏了的男人比脏了的衣服还不如。衣服我可以扔，你连让我扔的资格都没有。钟叔从后面走过来，站在我身边。他看了一眼江晨，又看了一眼我。小姐，需要叫保安吗？不用，他不配。苏妍，你抢了我的家，抢了我的爸，现在还敢勾引我的男人，我要你死！柔，妈一定会想办法的。妈，苏妍抢走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连江晨都去跪舔他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听妈说，苏妍得意不了多久的，妈一定能让她身败名裂。你们母女俩能不能消停点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苏建宏，你真是个废物，连个公司都守不住。我确实是个废物，没有管理公司的能力。苏氏在我手里3年亏了那么多，给了苏妍又如何？苏建宏，你别装了，不就是胃病吗？爸，你怎么了？柔，你听爸一句劝，别去招惹苏妍了，我们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凭什么？他什么都得到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？我不服，我死也不服！你来干什么？林晓，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，我想通了，我想当面给苏妍道歉，你能不能帮我约她出来？你真的想通了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这几天一直在想，我妈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也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苏妍她其实一直对我挺好的。好吧，我给她打个电话。别，我想给她一个惊喜，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，我准备了东西，你帮我看合不合适。那好吧。苏柔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苏妍呢？苏柔，你骗我！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我只是要用你把苏妍引过来。苏柔，你疯了，你这是绑架！绑架又怎么样？他抢了我的东西，我总要拿回来点什么。拍几张照片。够了。苏妍，你闺蜜在我手上，一个人带500万来城东废弃工厂，不许报警，否则她身上会发生什么，我可不敢保证。苏柔的声音就算变了调，我也听得出来。她以为换个声音我就认不出了，真是可笑。让我听她的声音。爷，救我！听到了，1个小时，过期不候。苏柔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明晓。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，感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让苏柔把牢底坐穿。我的车停在厂房门口，我下了车，手里只提着一个空箱子。夜风吹起我的头发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苏柔从暗处走出来，身后跟着2个混混，混混们手里拿着钢管，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。你还真敢一个人来？你要的钱在这里。人呢？苏妍！
我看了一眼林晓，确认他没有大碍，心里稍微松了一下。放了他，钱你拿走。苏妍，你是不是傻？你觉得我只要钱？他对混混头目使了个眼色，叫其中一个混混上前搜了我的身，什么都没有。苏柔满意的点头，算你识相。你也有今天。当初你在学校里打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苏柔，放了林晓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苏妍，你抢了我的爸，抢了我的家，抢了我的男人，现在要我放人？苏柔沉浸在自己的胜利里，没注意到我手腕上那块手表亮了一下。苏妍，今天你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我要让你跪着给我道歉，然后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看苏氏集团的董事长不过是个废物。我慢慢抬起头，脸上没有恐惧，没有泪水，只有一种让苏柔心里发毛的平静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混混手一抖，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他看了一眼我，又看了一眼苏柔，眼神里的凶光变成了恐惧，一把推开站在我面前的苏柔，然后对着我鞠了一躬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我们一次。你们干什么？我给了你们钱的。你他妈也没告诉我他是董事长啊！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让我们绑他，你他妈想死别拉上我们！你个臭娘们儿，居然敢害我们！两个混混退到一边，低着头，像两只斗败的公鸡。苏柔的脸色难看，她转过身看着我，我也看着她，嘴角慢慢上扬。你设计我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慢慢走过去，每一步都很轻，像踩在苏柔的心上。苏柔继续后退，后背撞上了冰冷的墙壁，无处可逃。苏柔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躲在爸身后装可怜的小女孩吗？苏柔的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你敲我首饰盒的时候，锁我地下室的时候，在爷寿宴上诬陷我的时候，我忍了，但你不该动林晓。绑架勒索、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，你下半辈子就在监狱里过吧。苏柔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我转过身，走到林晓面前，蹲下来，把她身上的绳子解开。妍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我带你回家。我脱下自己的外套，披在林晓身上，扶着她站起来。身后传来苏柔的声音，沙哑、绝望，带着最后的疯狂。苏妍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把我送进监狱你就赢了吗？你妈是被你克死的，也是被你气死的。你身边所有人最后都会被你克死。我的脚步顿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苏柔，你说话的样子真像你妈。然后我扶着林晓一步一步走出了厂房。警车很快就到了，我没有留在现场。钟叔开着车，林晓靠在我肩膀上，已经睡着了，眼角还挂着泪痕。我低头看了他一眼，伸手轻轻擦掉他脸上的泪。钟叔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苏柔那边，钟叔，我不想再提他了。车子停在一栋老式居民楼下，林晓的父母已经等在楼门口，看到车停下，林晓妈妈立刻冲了过来。小，你吓死妈了！过了好一会儿，林晓妈妈松开林晓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妍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小小。阿姨，是我连累了林晓，对不起。不怪你，他怎么能这么个苏柔？我们小小跟他无冤无仇的。苏妍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有什么事儿跟叔叔阿姨说，别一个人扛着。妈，我今天把苏柔送进去了，我应该高兴的。可是妈，为什么我心里空落的？
妹别怕，以后姐保护你。姐，我等了这么久的赢，原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恨的人都没有了。清晨，我坐在餐桌前，钟叔推门进来，走到我身边站定。小姐，苏柔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，律师说数罪并罚，最少10年。还有一件事，刘梅昨天在街上大喊大叫，被送到精神病院了，医生说是急性应激障碍。我的手微微一顿。她一直在喊苏柔的名字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您的名字，他喊苏妍你个丧门星，苏妍你不得好死。医生说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，可能一辈子都恢复不了。刘梅疯了，她曾经处心积虑要毁掉我，要夺走我的一切。现在她疯了，疯得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人，不值得我浪费任何情绪。钟叔，备车。小姐要去哪儿？医院。我站在走廊尽头，隔着玻璃窗，远远地看着病房里面。苏建红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脸色蜡黄，瘦得几乎脱了相。他的眼睛闭着，呼吸微弱而缓慢，胸口几乎没有起伏。我没有进病房，我只是站在走廊的尽头，透过玻璃窗，远远地看着他。小姐，医生说他最多还有1个月，肝癌晚期已经扩散了。肝癌晚期这4个字像一记闷锤砸在我胸口。没有人告诉过我他得了肝癌。他在爷爷葬礼上宣布跟我断绝关系的时候，癌细胞大概已经在他身体里蔓延了。他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忙着互相伤害，忙着恨对方，谁都没有注意到死亡已经蹲在角落里，等着收走最后一点时间。钟叔，以匿名爱心人士的名义，给苏建红的医院账户打一笔钱，够他治疗到最后的费用，安排最好的专家。小姐，我告诉他是您出的。不用。他给了我1条命，我还他1条命，两清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把自己扔进了工作里，因为我9月份就要去 A 大报道了。爷爷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2件事，一个是苏轼，一个是我的学业。我不能让他在天上还替我操心。所以我们建议 Q4 的投放预算向短视频平台倾斜，预计整体 ROI 可以提升15%左右。我正要开口，钟叔的手机震了一下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。他犹豫了几秒，还是走到我身边，俯身低语：小姐，医院来电话，苏建良病情恶化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可能撑不过今晚。继续。好的。关于短视频投放的具体执行方案，我们建议从11月中旬开始。护士，苏先生，你醒啦？手机，帮我把手机拿来，帮我录一段视频。窗外城市的灯光星星点点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手里端着一杯咖啡，桌上的手机亮起，是钟叔发来的一段视频。我看着屏幕上的那个红点，手指悬在上方，停了很久。我知道那是什么，钟叔不会无缘无故给我发视频。手机屏幕亮了很久，我就那样举着咖啡杯，看着那个红点，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，知道自己必须跳，但不知道跳下去之后，底下是水还是石头。妍，爸，爱你。小姐，苏建煌走了，凌晨3点17分，走得很安详。小姐，我知道了。苏建红的葬礼很简单，没有通知媒体，没有大操大办，来的人只有钟叔、林晓和苏氏集团几个跟了苏家多年的老员工。小姐，苏柔在拘留所申请出来参加葬礼，被驳回了。他本来就不该来。苏小姐，苏建华先生的遗嘱已经公开了，他名下剩余的财产全部由您继承。帮我处理吧。林晓问我难不难过，我说我不知道。
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资格问我这个问题的人，所以我不想对他撒谎。我只是觉得很累，像跑了一场马拉松，终点线到了，没有人等我，只有一块墓碑，上面刻着他的名字。今天是素柔绑架案开庭的日子，我坐在证人席上，他站在被告席上。我陈述完案发经过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，全程没有看他一眼。素柔听完突然剧烈挣扎起来。素颜，是你害我的，是你设计陷害我的，你抢了我的爸，抢了我的家，抢了我的男人，现在还要把我送进监狱。素颜，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。肉，我的肉。素颜，求你放过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是我让他绑架的，你要抓就抓我。阿姨，我没资格代替林晓原谅任何人。言，阿姨求你了，阿姨给你磕头了，阿姨放过柔好不好？他才18岁啊，他不能坐牢啊！法警架住刘梅的胳膊，把她从地上拉起来，她的哭喊声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。苏柔在被告席上看着母亲被拖出去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最后，苏柔被判了12年。全体起立，法锤落下。苏颜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苏柔，好活着吧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12年，他出来的时候30岁了。我不想祝愿他变好，也不诅咒他更坏，这样也好。我们之间本来就不该有任何虚假的东西，包括恨。苏小姐，刘梅的病情比我们预想的更复杂，她大部分时间处于混乱状态，偶尔会有短暂的清醒，但持续时间很短。能治好吗？可能性微乎其微，我们会尽力控制症状。柔乖，妈在，柔别怕，妈给你做桂花糕。素颜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刘梅没有抬头，依然抱着枕头轻轻地摇晃着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。刘梅，柔，你来了，妈给你做了桂花糕，你小时候最喜欢吃妈做的桂花糕了。苏颜伸出手，在空气中虚脱。你尝，我放了足的糖，可甜了。刘梅的眼神又开始涣散，她把枕头重新抱紧，低下头，嘴里又念叨起来：柔别哭，妈在，妈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看着他，沉默不语。用最好的治疗方案，费用全部由我来承担。苏小姐，她的病情，坦白说，花再多钱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善。我知道治不好，但该做的都做。小姐，您为什么要帮他？他当初那样对您……苏颜停住脚步，没有回头。不是帮他，是放过我自己。集团会议室里座无虚席，苏颜坐在主位，面前放着一份红色的聘书。在座的各位，今天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一项人事任命。钟叔，从今天起，您正式担任苏氏集团副总裁，分管行政和人事。小姐，我……钟叔，苏氏能有今天，有您的一份功劳，这个位置，您当之无愧。小姐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会议室里响起掌声，掌声平息后，李总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苏董，我有一件事要宣布。这是我的辞职申请。我在苏氏干了20年，做过贡献，也犯过错误。承蒙苏董高抬贵手，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您开口，我绝不含糊。李总，过去的事翻篇了，您为苏氏做出的贡献，我不会忘记。离职补偿按最高标准执行，以后好聚好散。谢苏董。苏董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江家彻底完了，公司破产了，房子被查封了，我老伴气得住进了医院，求您给江家一条活路，给阿晨一口饭吃。苏颜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求原谅，只求一口饭。够卑微，够可怜，够让人心软。可惜，我的心早就不会软。江晨，
你知道我最恶心你什么吗？啊？不是你的势力，不是你的虚伪，是你没有底线。你这种人的膝盖一文不值，滚！苏小姐，你愿意来已经很勇敢了。林晓跟我简单说过一些你的情况，今天我们不设任何目标，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我明知道我父亲不爱我，可我还是忍不住期待。每次他伤害我，我就会想，如果我再乖一点，他是不是就会多看我一眼？我恨他，但我也恨我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想要他的爱。咨询室里安静了几秒。想要被父母爱，是每一个孩子的本能，那不是你的错，苏妍。从来没有一个孩子需要为渴望父母的爱而道歉。心理医生让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把想对自己说的话说出来。我想了很久，选了这里。苏妍，你辛苦了。这些年没有人保护你，你一直在保护自己。你做得很好，你一个人扛过来了。我原谅你了，原谅你没有保护好自己，原谅你曾经那么渴望被爱，原谅你曾经恨过自己。妍，妈为你骄傲。妈，我听到了，我要去上大学了，以后我会为自己活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老宅大门，回头看，桂花树在院子里静静地站着，满树金黄，风把桂花吹落一地，像是在为我送行。小姐，我送您。素颜收回目光，对他点了点头。开学1个月了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竟然适应的还不错。室友们不知道我那跌宕起伏的18年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一个长得好看、成绩超好、话不太多的普通大一新生。普通，我喜欢这个词。他们讨论的话题都很简单，哪个学长帅，哪个食堂好吃，哪个老师的课不能逃。我以前没体验过这种日子，在那个家里，我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活下去。现在我只需要想中午吃什么，这大概就是幸福吧。林晓考到了隔壁师范大学，坐公交过来20分钟。他每周都来找我，美其名曰考察有效食堂。实际上我知道他是不放心我。你们学校比我们学校好吃100倍。我下周还来。你上周也是这么说的。上周是上周，这周是这周。对了，钟叔昨天给我打电话了。他打给你干什么？问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，吃的好不好，有没有人欺负你。我说钟叔你放心，谁敢欺负他？他一个过肩摔能把人摔骨折。然后呢？钟叔沉默了3秒，说也是。社团招新那天，我报了散打社。社长赵猛是个黑壮的大3学长，看到我踢沙袋之后，当场拍板让我当副社长。停！你这是练了几年？8年。给你。谢。刚才看你跟社长对练，很厉害。你也练过？练过几年自由搏击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上来切磋？因为我不打没把握的仗。很久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了。后来赵猛告诉我，他叫顾时旭，经管学院大3，是散打社的王牌，平时不怎么来训练，但实力很强。顾时旭，行，我记住你了。秋季运动会那天是我上大学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我报了800米，枪声响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想，就是拼命往前跑。妍加油！林晓的嗓门一如既往的大，我在跑道上都能听到他的声音。最终，我第一个冲过终点线。我被人群围在中间，耳朵里全是笑声。我抬起头，天空特别蓝。跑得不错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。对了，下个月高校散打联赛，社长让我问你参不参加？参加。
那到时候场上见。你不怕输？输给你不丢人。运动会结束后，我和林晓坐在湖边，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，风里有桂花的味道，那是妈最喜欢的味道。妍，刚才那个给你递水的学长是谁啊？散打社的，叫顾慈溪，长得很帅哎。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刚认识就给你递水，有情况？你那脑子能不能想点正经的？这就是最正经的事儿。但说实话，我现在对恋爱没什么想法，感情这种事儿顺其自然就好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不该来的求也求不来。妍，你开心吗？开心，真的，真的。以前别人问我你开心吗，我都会愣一下，因为我不确定什么是开心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开心就是跑完800米有人给你递水，就是和林晓坐在湖边吹风，聊一些有的没的。开心的感觉原来这么简单。小，谢你，谢你一直在我身边。少肉麻了，请我吃火锅。行，加份毛肚。我叫苏妍，15岁那年我失去了一切，也是18岁那年我拿回了一切。但我最大的胜利不是拿回了公司，而是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了。